今晚我想要来点高原粘土加麻加辣。你最近吃土了吗？如果有一天吃土不再只是嘴上说说，而是真的变成餐桌上面的一道料理，究竟会怎么样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吃土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每到月底当手上的钱花的差不多了，许多人就会开玩笑说自己又要吃土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穷就得要吃土呢？土真的可以吃吗？吃土真的会饱吗？它的味道怎么样？想要吃土该去哪里排队？吃一顿土又要花多少钱呢？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天气好热，好想放假哦！今年夏天你想要展现怎样的度假风格呢？黑松 CNC 与服饰品牌 Plan Me 推出了6款夏日度假的限定联名商品，从7月20号开始就会在 Plan Me 独家贩卖，而且只要在8月8号以前购买 CNC 柠檬或葡萄气泡饮，再到黑松的 LINE 官方账号登录瓶盖内的序号，就能够立刻拿到 Plan Me 的200元折价金，更有机会抽中 Plan Me 5000元购物金、联名商品和东京迪士尼双人行。此外，登录指定通路发票呢，还能够参加额外的抽奖，像是在 7-Eleven 购买就有机会获得只送不卖的独家联名礼盒，把联名商品和气泡饮带回家。现在就去买 CNC 气泡饮参加抽奖吧！更多的活动资讯，请参考资讯的连结或持续追踪黑松 CNC 品牌粉丝页哦。口袋空空的时候，如果想要填饱肚子，直觉上都会想到靠一些免钱的东西，比如说喝西北风啊，或者是吃土。喝西北风能不能够喝到饱很难说，但吃土果腹却是真实存在的。位于加勒比海的海地呢，是世界上面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过去由于经济状况不佳，人们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会选择吃土充饥。不过，并不是随便的土都能够拿来吃哦，他们会选择土质细腻、有粘性的土，因为这种土比较方便塑形或者加工。那么这种土究竟要怎么吃呢？首先，海地人呢会加水将黄泥土搅成泥浆，然后在里面加入油还有盐来调味。如果情况许可，偶尔也会混入蔬菜。接下来，他们会把加工过的浆一坨坨的摊在太阳下晒干之后，就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圆形扁平状的泥饼。当地人呢称之为是 bonbon。那这种泥饼的成本十分便宜，在2008年，一个泥饼大约只要5美分，也就是台币1.5元左右，是当地生活特别贫穷的居民还可以负担又能够果腹的食物。而当年这个新闻曝光的时候呢，曾经引起一阵热议。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也是有些人会说穷到吃土这个说法的来源。不过，其实现在海地人吃泥饼已经不算常见，而吃土这件事情也并不一定真的都跟贫穷画上等号。翻开过去的历史，人类祖先或许还挺爱吃土的。考古学家发现，早在200万年前呢，巧人就开始吃土。那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到比较有文字记录的年代，可以发现西元前4世纪的孕妇们也会吃土。这个相关的记载呢，来自于西方医学之父希伯克拉底，他是目前我们所能够找到的人类史上第一个以文字记载吃土行为的人。在他的书中曾经提及，有些孕妇会出现想要吃土或者吃木炭的现象。不过，这些孕妇到底为什么会想要吃土？希伯克拉底并没有找到解答。而除了希腊人以外包含了2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古埃及人、古罗马人也都有出现吃土的记录，甚至有不少地方的医生会把它当作是一种医疗的药方。像是古罗马的作家劳普林尼就曾经提到，有种加入了红粘土的粥状谷物阿利卡可以治疗口腔跟肛门的溃疡，拿来灌肠可以止泻，如果是口服还可以调节月经。而这种吃土治病的风气也不是欧洲独有的现象，中国神农本草经、东汉的伤寒杂病论、明代的本草纲目等等医书当中，都曾经写下以土壤入药的药方。以伤寒杂病论为例里面就记载了黄土汤，只要先来点黄土，再加上甘草阿胶，还有其他的药材，煮完滤掉渣渣，分3次喝掉呢，便能够治疗腹泻，还能够止泻。不只是我们的祖先热爱吃土到了现在，吃土这件事情或许也比我们想象的更常见，有些区域甚至是一种新流行。像我们的左边邻居中国也曾经举办过非常盛大的吃土大会，几千人一起吃土，场面非常的壮观。不过他们吃的土其实所谓的土馍，这是一种来自河南的传统点心，以面粉为主要的原料，再加上鸡蛋芝麻、香油与葱花，然后跟俗称观音土的高岭土一起翻炒，炒熟之后又香又浓，而且外酥内软。
据说这种观音土呢，吃起来有些糯米的味道，因此也有糯米土的别称。过去曾经是饥荒时期人们用来果腹的食物，如今呢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现代零食的重要原料，在淘宝上面就买得到。除了淘宝以外，如果你在非洲的科麦隆，只要随便走进一间传统的市场，也能够轻松的买到高岭土。另外，包含了非洲的坦桑尼亚、肯亚、马达加斯加、美国、南美洲的阿根廷、亚洲的伊朗也都有吃土的风潮。这些土呢，有的是从富含矿物质的白蚁堆当中取出的，有些呢是经过精心调味的粘土，黑胡椒味啊、豆蔻味，又香又刷嘴。不过呢，这样吃土的风潮后来也引发了一些讨论，有的科学家呢甚至会用食土癖来指称吃土的行为。关于爱吃土是不是一种病呢？一直存在着争议。在精神科的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参考指南第4版当中，精神科医师确实曾经将食土癖列为异食癖的其中一个项目。也就是呢，认为吃土是一种饮食失调的症状。2000年，美国有毒物质与疾病登记署呢，也曾经规定，如果每天吃500毫克以上粘土，就属于病态现象。不过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吃土其实是一种适应性行为，也就是为了生存所以出现的行为，不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怪癖。那关于这一点，我们又可以分成2个角度来讨论，一个是这种现象的广泛性，一个是这种现象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在广泛性的部分呢，刚刚我们已经讲到，有很多的文化都有吃土的行为，而过去呢，也有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物种之间，吃土其实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行为。目前至少有200多种动物都有吃土的行为，像是蝸牛啊、鹿啊、大象、狒狒、黑猩猩等等。那当然，如果要颁发一个吃土小达人的称号，那肯定就是蚯蚓了。他们最喜欢土壤里面的腐殖质，因此会边吃饭边钻土。钻土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吃到土壤当中的营养，吃饱了又有能量，可以继续的钻土，简直是超高效率的钻土永动机。那不像蚯蚓把土当主食金刚鹦鹉吃土的方式比较像我们补充维他命。金刚鹦鹉生活在亚马逊热带雨林，这里的水汽盐分较低，许多的矿物质也会被大量的雨水给冲走。这个时候，金刚鹦鹉就会特别飞到一些裸露的土层去吃土，好补充缺乏的盐分。同样，生活在亚马逊的蝙蝠也会去舔悬崖上面露出来的粘土。科学家透过实验发现，蝙蝠吃粘土不完全是为了矿物质，而是为了解毒。因为怀孕期间，蝙蝠为了养小孩会吃下很多未成熟的果实或叶子，而这些食物里面可能有生物碱，所以它们就会吃土来减缓相关的毒性。而这个部分呢，就跟刚刚我们提到，古时候有些医生呢会开出某些药方的道理有点类似。但吃土治病或者是促进健康，这真的有科学根据吗？以广受欢迎的高岭土为例它属于粘土矿物，进入消化系统之后呢，可以跟细菌还有病毒结合，阻止病原体入侵，防止毒素。如此一来呢，便能够在体内形成一层的保护膜，进一步的达到缓解胃痛的功效。而另外一方面，许多粘土当中呢，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像是高岭土当中就有硒锌、镁跟铝，而有些土壤呢有铁，有些有钙，对于饮食不均衡的人来说，算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补充来源。而土壤当中所含有的钙，则能够提供胎儿骨骼发展所需。同时，也有不少人表示吃土可以缓解恶心的感觉，既能够止吐又有营养。所以从这个角度，或许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古时候很多孕妇的固定菜单会有土了。那当然，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土里面的寄生虫、病毒、细菌都很常见，如果处理不当，吃起来可能会生病，而且万一里面有铅或者是砷，吃多了呢，还会金属中毒。另外，也有专家指出，吃土可能会让人上瘾，所以请大家非必要还是不要轻易的尝试。好，那说到这里如果想要吃土又想要吃安心，或许你可以试试看芝加哥大学发明出来的土壤仿生材料。这种人造土呢，是由奈米结构的蒙脱石、淀粉颗粒以及液态金属以特定的比例混合而成的材料。研究人员把这种土拿来喂患有溃疡性结肠炎的小鼠，发现相关的症状都得到了缓解，表示这种人造土呢，真的能够调节肠道的菌群，缓解胃炎。只可惜这种人造土的制作过程十分复杂，目前大概很难想吃就吃得到。那虽然我们挺常将月底吃土挂在嘴边但一直呢要到这次找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吃土在许多的文化当中好像扮演了有点重要的角色。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来吃土竟然还会有这么多的功效。老实说，我看到一些吃土的食谱，感觉似乎蛮好吃的，让人很想试试看。像是黑胡椒味的粘土，感觉就很适合配啤酒。
不过现阶段如果要在台湾吃到安全的土，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大多还是要出国去吃，有点麻烦。所以我们也期望哪天台湾可以出现好吃而且经济实惠的吃土料理。那最后也想来问大家，如果真的可以买到土来吃，你会想要吃土吗？也会很想要试试看味道，并不会土干嘛还要用买的。所以如果有人请我吃，我就吃。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吃土的滋味。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吃人以及虫虫料理。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